今天我要用大白菜和豆腐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就会想吃一些热腾腾的食物。这次呢，要来和大家分享大白菜炖豆腐，也和大家聊聊从一整年都是夏天的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是有四季之分，自己可不可以适应，然后会不会喜欢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要用大白菜和豆腐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半颗的大白菜，这大白菜现在菜市场卖1斤50元，我们把它剥开来，这样子比较好清洗。我买半颗而已，因为怕吃不完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最后给它切掉，可以拿去清洗了。大白菜已经洗干净了，把大白菜的梗和叶子分开来。以前呢，高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到新加坡去教钢琴，在那边工作，大概工作了1年半左右，那才来到台湾念大学。那时候呢，台湾开学是9月，我记得呢，那时候参加迎新的时候都是穿长袖，还有穿外套的，可以感觉到那时候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很冷了。那时候呢是15年前，最近几年的冬天呢，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么冷了。可能是地球在渐渐的暖化中。那来到台湾已经15年，虽然这么久了，但是呢，说真的，我还是很不适应冬天的冷。以前呢，在政大因为是山区，冬天呢几乎天天下雨，是很湿冷的。然后常常都要撑着伞啊，从宿舍走去教室上课，鞋子都湿了。然后呢，加上天气又很冷，很难爬起床，常常都是到最后早8的课都是最后一个进去这样子。然后又硬把自己挖起来。冬天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湿湿冷冷的，又要穿很多在身上，觉得自己就很笨重。洗好的衣服呢，晒在那边又很难干，鞋子湿掉了呢也很难干。食物吃呢，大概如果你吃太慢的话，就容易凉掉了。难怪台湾的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，因为呢有一个锅子，下面有一个炉子一直在加热保温，所以食物就不会凉掉了。有四季之分的话呢，衣橱呢就要腾出一个空间来收纳这些换季的衣服啊、棉被啊。长袖呢要搬出来，短袖要收进去。这些事情呢，我觉得很繁琐，因为呢在马来西亚的衣橱永远都是挂短袖短裤的，不用搬来搬去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需要慢慢去适应的。把白菜的梗切成小块的，白菜的叶子也是切成小块。准备1块板豆腐，把豆腐切一半，要把豆腐切成片状。把豆腐放入盘中，准备2条面肠，把面肠剥成小块的，像这样子。这样绕圈圈的方式，因为它是这样子做成的，所以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纹路去剥。撕开，再掰断，这样子等下腌的时候，它就比较不规则，就比较好入味。
我是想要模仿那种肉的感觉。这个面肠是用面粉做成的，它不是豆类，塑料行就可以买得到了。之前呢，我有分享过很多用面肠做成的料理。我有一次是拿它来做成，就是从中间给它剥开来，然后就是腌一些腌料，之后呢就再沾地瓜粉去炸，这样子整大片的看起来就很像猪排。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我还有拿它剥成一丝一丝薄薄的一片一片，然后做成素香肠。大家也可以回头看看之前分享过的影片。像那个素猪排呢，我们小孩子超喜欢吃的，因为腌得很入味，然后呢有脆脆的，他们就很喜欢吃。纯白芝麻油1汤匙，酱油1汤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。太白粉1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。所有调味料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2朵香菇，把香菇的角先切下来，切片。香菇上面切片。这道料理我会切厚一点的片状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包的雪白菇，把雪白菇的根部切掉，把雪白菇剥散。冬天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一个很慵懒的季节，做事想快呢，却快不了的季节。不过冬天呢，也让我感受到很多以前在马来西亚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比如说像是穿靴子啊、围围巾啊，还可以看到樱花，可以在南投的武岭看到下雪的雪景等等。其实呢，这也丰富了我的人生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呢堆叠组成，感受的堆叠、经验的堆叠、人际的堆叠、挑战的堆叠、考验的堆叠，淬炼出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成不成功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大家一起对自己要有信心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把雪白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/3条的红萝卜。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一半，再切成片状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来准备一些粉丝。这粉丝是我在全联买的，本来想要买冬粉，后来看到这个很特别，是宽的粉丝。然后就买了它，先用1束，料很多，还是用2束好了。然后泡温水，大概泡3分钟左右。我在想啊，因为呢，我可能是在马来西亚长大习惯了，所以短袖、短裤、拖鞋呢，这样穿一穿就可以出门了，非常的轻便。衣服呢晒1天就干了，虽然很热，但是那个风很凉爽。如果是很热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去吃八宝冰啊、煎豆冰啊、冰凉茶、冰菊花茶等等。那台湾的夏天呢，给我感觉就是很闷热、湿热，皮肤流汗之后呢，上面就会感觉有黏黏的一层在上面。但是呢，这也不会造成我多大的困扰啦，只要呢可以穿短袖，然后我就觉得很轻松自在了。现在呢，就让它泡软在旁边。我们先来去煎豆腐，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豆腐放进来煎。把豆腐煎成2面金黄色。把豆腐翻面。沿着锅边推上去，再用筷子给它滑下来，这样子豆腐就会很完整，不会破掉。
继续让豆腐慢慢的煎成金黄色，两面都变成金黄色了。现在把豆腐取出来，关火取出。接着开火来煎这个面肠，全部一起放下来。先煎一煎，等下再来翻动。煎了一下，给它推一推翻面，哇，变焦香了。继续煎。刚刚因为有放太白粉，所以它会这样子粘在一起。这样子用铲子给它拌松就可以了。面肠都炒得焦焦了。现在可以关火取出，准备一个炖煮锅，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红萝卜放进来炒香，把红萝卜稍微炒一炒，让它变色。红萝卜炒变色了，现在放入香菇还有雪白菇，继续翻炒。把这些菇类炒软，适时的补一点纯白芝麻油，放入大白菜的梗，快速翻拌，梗先放进来炒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软。略炒一下，放入水，过滤水大约放2汤匙，主要是要让水汽把这个大白菜的梗炒软。可以看到大白菜有炒比较软了，现在放入大白菜的叶子，慢慢的翻炒。你可以用炒锅先把这些食材炒一炒，再放进来炖煮锅里。那因为我想少洗一个锅子，所以直接在这个炖煮锅里面翻炒也是可以的。翻炒之后，待会再加水炖煮。因为这个炖煮锅是可以这样子加油，单独的拌炒。你们看这样子拌一拌，大白菜的叶子变软了。现在来调味。酱油2汤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快速的翻拌，把调味料炒均匀。你们看，这个锅子把食材的水分都煮出来了。调味料炒均匀了，现在放入面肠，给它翻拌一下。现在放粉丝进来，再把煎好的豆腐放进来，把豆腐摆整齐，加入过滤水，盖上盖子炖煮。我大概炖煮了10分钟左右，哇，布噜布噜，好香哦！可以关火起锅。我要吃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豆腐，豆腐嫩嫩的哦。你看，还有粉丝，好像冬粉的口感。妈妈这次买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吃过宽的。给你。在学校吃过。哦，你在学校吃过宽的哦？嗯。妈妈吃吃看，看起来很入味。好吃。好吃哎。但是这东西是什么？好下饭哦。这些东西是。这个是面肠。啊，面肠。我们今天煮斑斓饭，绿色的。大家可以看那个咖喱饭那一部，我有分享怎么做这个斑斓的斑斓饭。一靠近就闻到它的味道，超香了，斑斓饭很香。
你看还有红喜菇，不是雪白菇，好好吃哦。超好吃。那个大白菜的清甜，全部都在这道菜里面，精华哎。大白菜好清甜。你吃吃看，你会爱上大白菜。我对不对？很甜，又很下饭，又很甜。好吃好吃。我早知道买什么？今天太下饭了。豆腐看看。我把蛋吃掉它。豆腐好入味哦，好吃。我对它吃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IG。那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哇！我要吃豆腐，我吃。超爱豆腐的。我以为我还有泰菜。挖宝粥。挖宝。这菜好香哦。好不好吃？嗯。